我大学还没毕业就欠了国家300亿，于是为了偿还这笔巨债，我直接把自己包装成全球最大军火商，然后在网上疯狂吹起了牛杯。本人批发航母、火箭炮、坦克、飞机、原子弹，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没想到帖子刚发完便有生意找上了门。兄弟，你发的帖子是不是真的？我们中东这边正打仗呢，急需你的武器。看到这条消息，我微微一笑，终于有傻子上钩了。当然是真的，你要什么武器尽管说，我第一次在你们家买。先看看质量吧，就先来1万把 AK3000万发子弹，还有100架小型自爆无人机。看到信息，我思考了一下，开口 ：AK1000块1把子弹，1块钱1发，无人机80万1架，一共是1亿2千万华夏币。这个价格直接把远在中东的阿米尔将军吓了一跳。我去这么便宜的吗？这比我们在鹰将那里买的武器要便宜。我很怀疑武器的质量能不能过关了。看到信息，我直接给了自己一巴掌，早知道就多要点了，这下可亏大发了。不过临时改价显得不专业，于是我果断回复：我们龙国的武器就是又便宜又好，先付款后交货，要不要你一句话？你不买，有的是人排队买。此时阿米尔将军正焦急地看着信息，他们的军队已经被鹰将给包围了，现在只有这家军火商敢和自己交易，他当然不能错过，于是急忙回复：当然要了，把账号发过来，我现在就给你转款。看到消息，我心中一喜，立马将国际银行的保密账号发了过去。2分半后，我的手机便震动了起来，看到到账1亿2千万的短信，我不禁大喜过望，终于给老子骗到了。要是再多接几单，自己的100亿国债就能还清了。就在这时，我的脸色突然大变，自己可没枪给买家发货呀！如果被发现了，自己不会被暗杀吧？对面显然是中东的武装组织，能买万把 AK 绝对不是什么善茬啊！而另一边，阿米尔将军也清醒了过来，对方要求先付款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不管了，只要对面敢耍赖，自己就花大价钱在暗网上悬赏这个人，然后再用匿名电话向龙国官方举报他买卖军火罪。毕竟龙国管制军火可是很严的。一时间双方都焦灼了起来。就在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响起一道提示音：丁，检测到宿主军火买卖天赋极高，最强军火系统绑定成功，现已解锁2024年全球军火，还有更多未来时间线的武器等待解锁。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时间线相当于地球的2004年，龙国武器还是落后状态，而系统解锁的军火库竟然直接领先了全球20年。所有的武器分类以年代为标题，2030年龙国复兴时代的武器需1000万声望值可解锁，2050年3战时代的武器需1亿声望值可解锁，2300年星际时代需100亿声望值可解锁。看着年代表，我有些懵逼，要是自己把这些武器全部解锁，那该有多么可怕！毕竟没有哪个男人不想做乱世枭雄，更何况是推动华夏大一统啊！随后我平稳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开始在武器库里寻找中东老铁需要的东西。当看到武器的价格时，我不禁兴奋了起来。AK47售价20块一把，7.62毫米子弹售价1分钱一发，3代自爆无人机售价1000块一架，这特喵的也太便宜了吧，简直比外面的价格便宜几十倍啊！这单自己直接血赚1个多亿。突然我意识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枪虽然有了，但要怎么运过去呢？难不成要发快递吗？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再次传来：丁，运输方式已解锁，请宿主自行选择，选择一定点传输，需要客户提供详细坐标，售价1000块一次，选择2人力运输，需要先建造一座军工厂，运输人员由系统派发，各阵亡需支付10万元抚恤金，选择3宿主自行运输，此选项尚未激活，请宿主尽快赚取声望值。看着系统提供的3个选项，我明白要立刻建立属于自己的军火基地，但是现在自己一穷二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定点传送。随后我便给对方发去了消息：款已收到，你可以把收货坐标发我。已经等得快要发狂的阿米尔将军看到信息后，立马将坐标发了过来。OK， 坐标收到了，1分钟后去取货吧。听闻此话，阿米尔将军直接破防了，完了，自己被骗了。龙国距离中东至少6000公里，3天都到不了。你跟我说1分钟，这是把我当成傻子了吗？就在阿米尔将军着急上火的时候，门外的奥德彪推门走了进来。买枪的事情怎么样了？外围的鹰将部队已经摸索到我们大概的位置。闻言，阿米尔尴尬的把事情说了一遍。听完后，奥德彪一把揪起对方的衣领，愤怒道：废物，这么明显的骗局你居然上当了，还把我们的坐标暴露了。从现在开始，你被降为普通士兵了，滚去前线给我们死去的兄弟们赔罪。阿米尔低着头默不作声的就要走出军营，然而这时电脑上传来一声刺耳的提示音：货已送到，请验收，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闻言，阿米尔和奥德彪都是一愣。此时一个中东士兵跑了进来汇报：上校，后山的沙丘上突然有一道白光闪过，然后就出现了一堆大黑箱子，上面刻着5颗星星，好像是军火枪械。奥德彪和阿米尔疑惑的对视一眼，我倒要看看怎么回事，难不成还能在鹰将部队的包围下1分钟内送来军火吗？你当这是拍科幻片呢？要是真的送来了，我倒立洗头。随后一行人便来到了沙丘上，当木板被撬开后，里面露出一排闪着森然光泽的 AK47。奥德彪看的眼睛都直了，我去，这怎么可能啊？居然真的有枪！要知道鹰将的部队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了，并且放出狠话，不准任何一家军火商卖枪给他们。但现在你不仅无声无息把货送到，而且还仅只用了1分钟。一旁的阿米尔将军赶紧拿起来看了看，这枪比他见过的任何一款都要精美，上面竟然还有全息可调节瞄准镜，配套的还有夜视眼镜。阿米尔戴上眼镜看了看四周，随后震惊的说道：我去，这跟晚上开了透视有什么区别？甚至还加了热感应，我白天人眼都没他看得清楚啊。奥德彪也端起一把枪看了起来，枪的整体重量轻了不少，且弹夹足足有50发子弹，比普通的 AK 多了20发的弹容量，这意味着一次连发的火力压制要比对面多出来1倍。奥德彪咽了口唾沫，特喵的龙国军队管这玩意叫 AK47，这样的装备比他见过的特战队都要强啊！就在这时，奥德彪的耳麦里传来刺耳的声音：上校，发现一队鹰将的前锋精英部队，距离2600米，大概30人。闻言，奥德彪低头看了眼手里的枪，笑着露出一嘴大白牙，立刻发枪，带上夜视镜，全体进入战备状态。阿米尔，你一定要和那位龙国军火商打好关系。对了，再给我打
打一盆水，等我回来了给大家表演倒立洗头。此时2000米外，一队全副武装的鹰将小队正在前进。队长，我们需不需要先用无人机勘察一下？为首的鹰将队长点燃一支烟说道：“不用，趁着夜色降临，我们快速摸过去。他们在夜晚就是瞎的，根本看不见我们。记住要怕交火。那群奥德标的弹药已经没剩下多少，在我们的封锁下，他们没有一丝一毫补给的可能。至于他们用的那批玩具枪，都是我们从战场上淘汰下来的废品，只要正面交火，他们死定了。”一个鹰将大兵赞成道：“队长分析得很对，这次我们小队把这些猴子全部突回去，我肯定能升到上士的。”队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大胆点，新兵小子，到时候我给你多让几个人头。”殊不知带着夜视镜的奥德标正带着上百个组织里最强的好手悄然包围了他们。在夜视全息瞄准的镜头下，这些鹰将部队的伪装根本无所遁形，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一把枪居然还能自带夜视眼镜。黑黝黝的枪口瞄准了正在弯腰前进的鹰将大兵们，奥德标立马下令道：“给我往死里打！”瞬间子弹便开始不要命的宣泄开来，只是一个照面就射杀了数名鹰将大兵。奥德标带着夜视眼镜兴奋地扣动扳机，这些天他可是受够了那些破烂玩具枪，不仅准头极差，时不时还会卡弹，10枪有7枪都因为质量差打不中，他们只能拿命来填，搞得这些鹰将大兵还真以为他们都是废物。现场枪声响起的瞬间，前锋队长卡尔本能的俯身翻滚，全部趴下，有埋伏。看着身边被爆头的队友，他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是黑暗中，队友被爆头绝不是巧合，难道对方有夜视装备吗？这些人枪的声音一模一样，明显是成建制武器，而且这枪声有点像龙国的 AK， 还配备了夜视装备，难不成是龙国在卖军火吗？卡尔当即摇了摇头，这里被他们鹰将的部队围得水泄不通，别说是龙国的军火商了，就是他们鹰将的军火商都进不去。随后他冷静下来后命令道：“不要慌，对面的火力一直在压制，但最多30枪他们就得换弹，大家跟着我卡他们换弹的空隙反击，就是现在，干死这群土著！”然而鹰将的大兵刚起身就又被打了回去，一发子弹穿过卡尔的右耳，这不可能啊，对面怎么还有子弹？卡尔死死地趴在地上，心里满是对自己过往经验的质疑，这到底是从哪里买来的枪？作为世界第1强国的鹰将，对武器科技的重视排在第1位，如果有连射50发的步枪面试，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必须赶紧回去告诉总部。随后他看向身后重伤的大兵们说道：“抱歉，为了帝国，我必须要把这场冲突的情报带回去。”大兵们纷纷然后破口大骂：“混蛋，你要放弃我们吗？”卡尔两耳不闻，抓起战友的尸体背在自己身上，当做防弹的缓冲，然后起身扭头就跑。见状，奥德标立刻大喊道：“有人想逃，给我狠狠地打！”卡尔也不愧是前锋队的队长，虽然左腿右肩全部中弹，却还是跑出了奥德标的射击范围。奥德标看着奔跑的卡尔说道：“不能往前了，那里是鹰将的控制范围。”随后开朗一笑：“痛快，等回去看我表演倒立洗头。”这次的胜利已经是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龙国的武器就是好用啊！此刻鹰将驻军基地内，卡尔的爹在基地哨岗前，瞬间整个基地警铃大作。卡尔看着基地的领导汇报：“报告团长，先锋小队遭遇埋伏，全部覆灭。那群奥德标有了新的武器，是龙国的装备，实在太可怕了。”说完便失去了意识。安德森挥挥手让医务兵把卡尔抬走，然后冷冷地看向周边的军官：“在我们的包围下，对方竟然还能收到龙国的军火，你们这些蠢货！在这个关头，居然还有军官敢以权谋私，把龙国的军火流进去，国会要是知道了，我们都得上军事法庭。”一众军官面面相觑，他们都知道自己没有走私军火，但是那批军火是怎么流进去的，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随后安德森点燃一根雪茄，语气缓和道：“国会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前锋部队全灭的事情要保密，然后全力推进围剿恐怖分子的计划。只要计划成功，那么这次前锋部队的失败就会掩埋在历史里，帝国只会记得我们的荣耀。”各军官立刻点头同意。随后安德森自信道：“国会给的资源已经到了，5辆泰坦坦克，外加上百架装载了炸弹的无人机。这次我们要兵不血刃，不损耗一兵一卒的把那群土著按死在废土里。”与此同时，我的帖子下面多了一条评论：“我去牛逼啊！华夏武器是真的厉害，等我出去和组织总部会合再订些武器，给我留着货呀！”阿米尔和奥德标在电脑面前兴奋极了，他们第一次痛败了鹰将的正规军，虽然有鹰将前锋部队轻敌的嫌疑，但赢就是赢了。我看到信息后也是回复道：“这是实战了呀！无人机我忘了给你们英文版的说明书了，现在就给你们发过去。”在系统的帮助下，一份英文版的说明书直接发到了阿米尔的账号上。在这个年代，无人机的使用方法大多是远距离定点爆破和地形侦察，而我发的货是龙国在2024年研发的全新版本，这可是融合了猎技术和最新军工科技的猎鹰自爆无人机，不仅具有最基础的定点自爆功能，每架无人机还搭载了小型的机枪和远程射击能力，一架就已经是战场杀神，整整100架恐怕一个团都不够他们打的。我看着系统的解说，心里暗自为奥德标的对手默哀。面对100架跨时代的猎鹰无人机，他们怎么面对呢？就在此时，我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声望值上升，奖励大礼包礼，奖励宿主获得脑力加强改造。顿时我感觉自己的脑子突然就清楚了起来，瞬间丢掉了重负的感觉。在系统的改造下，我直接从普通人到达了堪比科研天才的级别。当然储备的知识还是那些，但学习能力却提升了数十倍。自己曾经看不懂的文献，现在不仅能看懂了，而且还能过目不忘。要是自己能回到大学搞科研竞赛，绝对可以震惊全国。该死的董事会等着吧！以为躲在鹰将帝国我就没办法。
总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军火系统打到鹰将，让你们先看看老子的 AK 够不够猛吧。与此同时，远在中东的奥德彪却是彻底被猎鹰无人机给震惊到了，在无人机上面装重机枪、自动瞄准系统，每秒10发子弹，这特喵的是什么魔鬼想出来的装备？奥德彪毫不怀疑，如果之前打前锋部队他有这个无人机，根本不需要什么埋伏，只要一梭子子弹，一个人都逃不了，甚至还配备了夜视雷达和 AI 智能辅助射击功能，只需要勾选目标便能自动瞄准射击。奥德彪打了自己一巴掌，我真的不是在科幻电影里吗？龙国竟然悄咪咪的搞出来这种恐怖的武器，还随便就卖给了我们。一旁的阿米尔将军更是感动，我觉得是龙国兄弟知道我们受困于鹰将，所以故意亏本支援我们的，下次说什么也要给他补点钱。奥德彪点点头表示赞同。此刻我却不知道，在自己沉迷书海的时候，竟莫名的多了2个悍匪死忠粉。而此时猎鹰无人机的雷达疯狂地闪烁了起来。阿米尔看着显示器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尖叫道：“是鹰将驻军的无人机群出击了，足足有上百架向我们围了过来。”奥德彪立刻启动所有的猎鹰无人机，同时让所有人员进入了战备状态。此刻鹰将机械团驻地内，上百架无人机像是蜂群一样乌压压的飞出驻地。安德森团长对着跟随的军官们介绍道：“这些士兵都是帝国专门培养的技术人员，无人机在他们的手上可以变成万军之中取敌人首级的最强武器，并且这次的新型无人机是帝国技术部门的最新科技，每一架无人机里都装载了一把12.7毫米大口径手枪，还装备了世界上最强的雷达系统。”军官们一听大为惊叹，无人机里有枪，这可是头一回啊！这种远程操纵开枪的技术，恐怕只有我们伟大的鹰将帝国才有吧？没错，无人机才是未来战场的主力。龙国就算研发出了那些新版 AK 又怎么样？我们的无人机量产后都不需要士兵拿枪了。安德森哈哈大笑道：“那是当然，我们鹰将帝国可是世界第一。”传令立刻打开无人机的雷达搜寻功能，把那群该死的老鼠给我搜出来。收到命令的本杰明立刻回复道：“安德森团长，请放心，我们的雷达技术无人能敌，最多10分钟我就能把他们抓出来。”安德森满意地点点头，立刻下令驻军沿着无人机探查过的区域前进。然而10分钟过后，本杰明满头大汗地看着显示屏，上百架无人机的雷达覆盖范围铺开之后，绝对可以把这片沙漠聚集地全部探查完毕。怎么会没有找到敌军呢？去平民集聚地看看，是不是这群土著用了什么手段帮恐怖分子掩护？此刻平民聚集地内，一个戴着头巾的妇女正抱着孩子站在路边，突然从天空传来的嗡嗡声让她一顿。只见远处的天边，黑压压的上百架无人机正在高速飞来。指挥室的本杰明狠狠道：“我的雷达肯定没问题，那些土著一定是躲这些平民家里去了，看到像是恐怖分子吗？给我立刻射杀，宁可杀错也不能放过。”而那名妇女被无人机的架势吓到，求饶道：“求求你不要杀我，我们不是军人，没有危险。”这时候，一个小孩捡起一块碎石砸向了无人机。技术员看到后愤怒地询问道：“有人攻击我，但不是恐怖分子，是否开枪？”本杰明看都没看，不耐烦道：“只要攻击你就是恐怖分子，给我杀！”技术员舔了一下嘴唇，操纵无人机将枪口对准了那对平民母子，手中的操作枪械的按键猛地按下。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无人机的画面突然开始不稳定起来，紧接着刺耳的爆炸声响起，技术员操作的无人机直接炸开。他顿时大喊道：“我的无人机被击毁了，有人攻击了我！刚刚攻击我的东西一定还在那个区域，你们快包过去！”随后9架鹰将的无人机从四面八方向着这对母子的方向飞来，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可除了那架坠毁的无人机外，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本杰明这次也是眉头紧锁，难不成真有东西可以屏蔽我们的雷达吗？而暗处开启了隐藏模式的猎鹰无人机，如同猎人般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奥德彪刚刚没忍住开枪了，可恶，真是畜生，居然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阿米尔在一旁提醒道：“我们的无人机上都装载了大威力的炸弹，一旦被击毁就会爆炸，会误伤到平民的。”奥德彪咧嘴一笑，那就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随后6架猎鹰无人机解除了隐藏模式，彻底暴露在敌人的视野里。而鹰将的技术员在看到突然出现在视野里的无人机时吓了一跳，敌机，有敌机！本杰明死死地盯着那6架猎鹰无人机，再扭头看向雷达显示器，震惊道：“这怎么可能？雷达上竟然什么都没有！他们是怎么屏蔽我们信号的？自鹰将成为世界第一以来，从来都是他们在武器技术上碾压别国，什么时候被反碾压过的？”本杰明感觉自己整个科学常识都要颠覆了。屏幕前的无人机作为机械产物，本身就具有电信号，它怎么可能屏蔽卫星级别的信号雷达？这意味着如果现在处于科技战场上，他们就是个瞎子。一旁在观战的前锋队长卡尔激动道：“就是那个标志，他们的枪上也是这个标识和5星，那是来自龙国的武器啊！”而安德森看着显示屏里的6架无人机，脸色变黑了。华夏这些年成长的也太有威胁性了，他们上百架无人机都没有发现敌人，而对方就这么明晃晃的现身，就是在表达一个意思：你们不能构成威胁。安德森瞬间青筋暴起，地面部队立刻开着坦克过去。无人机的操作范围有限，他们那些土著必然就在那一片区。闻言，本杰明握紧拳，对着下属技术员不顾形象的喊道：“把他们给我打下来！所有的无人机全部出动，绝对不能让他们逃掉！”瞬间，鹰将无人机铺天盖地的围了过来。奥德彪眼前视野的雷达开始显示出密密麻麻的红点，耳边响起无人机辅助智能的提示，发现大量敌军，开始进入 AI 智能接管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奥德彪只需要下达简单的指令操作，剩下的交给 AI 就可以。奥德彪滑动屏幕下令道：“立刻往远离聚集地的方向跑。”指令已收到，超智能飞行模式开启，预判弹道模式开启，高速模式开启。随后猎鹰无人机弹射起步，空气直接发出被撕裂的声音，而无人机原本的位置瞬间被10几个弹道打破，那是来自鹰将无人机的射击，但猎鹰无人机没有给他们机会，如同鬼魅般在密集的弹道中起飞，违反物理动力学第5缓冲直角变向，超高速直线加速，让子弹每次都从这些无人机的表面堪堪擦过，却没有造成丝毫的伤害。观战的鹰将军官眼睛都要瞪出来，这绝不是人能操作出来的，就像是这些无人机能够预判所有的弹
战斗。本杰明颤抖的声音响起，上百架无人机射击，居然没有子弹命中，这也太离谱了吧！就算他的操作机能够预判弹道的轨迹，但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弹道，就是耶稣来了也得挨一枪啊！龙国能有这样的技术吗？安德森皱眉问道。我们帝国现在的技术能做到吗？本杰明自嘲般的摇了摇头。我们估计在20年后可能会做到。闻言，指挥室里的军官瞬间倒吸一口凉气。龙国研发的无人机竟然这么恐怖！就在这时，一个技术员大喊道：“他们要突围了，快堵上啊！”听闻此话，安德森立刻急了：“你们是废物吗？上百架无人机围着6架，居然还让他们突围了！这要是在人类的战场上，就是军事事故，我要把你们全都送上军事法庭。”本杰明则是立刻安抚道：“没事，团长，一架无人机的电力是有限的，并且我们的无人机速度快，很快就能追上了。龙国的官方数据比我们低了20公里每小时。”话音刚落，前面就看到猎鹰无人机爆发出蓝光，像是被氮气加速般速度猛然爆发，仅仅2-3秒钟就迅速和鹰将的无人机拉开了巨大的距离。本杰明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操作员震惊地喊道：“长官，我的探测仪显示，它的速度已经突破150公里每小时了，我们要被甩开了。”闻言，本杰明恶狠狠地开口，开启无人机作战模式，把电机的所有性能完全压榨出来。我们可以短时间达到155公里，但副作用是最多持续5分钟，这些无人机就会因为过热而坠毁。技术员们都有些肉疼地接受了指令，开启了过载模式，无人机群的速度顿时高了一大截。随后，本杰明便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技术员却突然喊道：“不好，对面的速度又上升了，我去这次竟然达到了200公里。”听闻此话，本杰明的内心一揪，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普通轿车的最高时速了。本杰明抱着脑袋愤怒道：“这特喵的叫无人机吗？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除了战斗机谁能追上啊？龙国到底隐藏了多少黑科技啊？”就在这时，绝望中的本杰明却发现前面猎鹰的速度慢了下来，他的眼睛一亮，难不成他们没电了？看来那种速度并不持久，需要消耗大量的电量。然而就在他们快要追上时，只见原本龟速飞行的猎鹰无人机再次爆裂加速，仅仅10秒就又要拉开一大段距离，然后无人机又恢复龟速，仿佛在等他们。这波操作直接让本杰明红温了，今天我就看看你们的电量能持续多久。于是下令再次全速追击，可接下来的3分钟，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一连3次，直接让本杰明抓狂了。他算看明白了，对面就是在耍自己，一股强烈的耻辱感涌上心头。不仅是他，整个指挥室的鹰将军官脸都黑了，他们什么时候被这么调戏过？而此刻安德森终于忍不住了，为什么非要追上去？我们有枪啊，打他们啊！闻言，本杰明直接给了自己一巴掌，他真是被气糊涂了，竟然和龙国无人机拼起速度来了。随后立刻下令道：“全体都有给我狠狠的打，打中的我回去给你们家研发经费。”这些技术员也是憋屈了很久，所有无人机立刻开启枪口准备射击。然而眼前的猎鹰无人机却瞬间停了下来。看到此景，所有人都懵了，什么意思？难道放弃抵抗了吗？只见6架猎鹰无人机排成一个球形的方阵，远处的奥德彪此刻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这时耳边传来猎鹰无人机智能的声音：“检测到交火条件了。开启自瞄模式，目标标定敌机97架，我军6架，优势在我。”这一刻，奥德彪的自信达到了巅峰，他重重地扣下了重机枪的扳机。透过猎鹰无人机的信号脉，奥德彪的声音响彻天空：“我在等没有平民的战场，你们他喵的在等什么？”这句话犹如一道惊雷，在鹰将的指挥室炸开。只见无人机身上凹槽从中间裂开，一根粗大的黑黝黝的狰狞枪管伸出。看到这幕的所有技术员全都震惊道：“竟然在无人机上装上了重机枪，这是什么鬼啊？”本杰明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的知识储量根本不足以解释眼前的画面。这个狰狞的战争机器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整个指挥室也是一片死寂。随后，安德森突然暴喝道：“跑啊，快跑！”众人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蓝火从重机枪的枪口喷出，古铜色的子弹带着硝烟的弹道，直接击穿了一架鹰将无人机，瞬间便被打成了零件。6架猎鹰无人机化成了一座移动的空中堡垒，在奥德彪指令下进行着单方面的屠杀。一挺重机枪在短短20秒宣泄了200发子弹，6挺就是1200发，无数无人机零件在子弹雨中崩碎坠落，整个废弃聚集地除了清脆的机枪声，就是无人机的坠毁声。鹰将的指挥室内，上百个技术员不断汇报：第14架无人机坠毁，第89架无人机坠毁，短短20秒就有数十架无人机坠毁。本杰明一开始还想要反抗，但20秒之后的巨大伤亡让他知道，今天是注定有去无回了，逃不掉的。中弹的给我自爆，没中弹的全部给我开枪，能动的全给我动起来，就是撞也得给我把他们撞下来一架。随后，鹰将无人机自杀式的冲锋自爆，让整个天空都被点亮了。1分钟后，枪声停止，本杰明瘫坐在地，整个鹰将指挥室只剩下一架摇摇欲坠的无人机。画面时断时续，鹰将指挥室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向画面里的硝烟深处。安德森紧张道：“成功同归于尽了吗？”话音未落，5道红光突然从浓烟中骤然亮起。安德森和本杰明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整个指挥室的军官们都瞪着眼睛看着那5道红光。整个无人机群居然只换掉了一架敌机，这还打什么呀？本杰明看着仅剩的那架无人机，画面也黑了起来。在坠机的最后，只能听到对面传来的一句电子报告声：“战报更新，敌军伤亡97架，我军伤亡1架。”鹰将指挥室里瞬间沉默了，简直是杀人诛心啊！干完了居然还在敌人面前汇报战报，关键是他们还没有能力反驳，因为战场上一架自己的无人机都没有活下来。一些军官已经有些动摇了，他们是来碾压土著的，不是
是来找虐的。本杰明则是直接破防裂开了，这还能打吗？我们的无人机都打不过，用士兵的肉体怎么扛得住这些无人机的重机枪？真变态啊！龙国的武器科技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吗？面对如今的局面，他一言不发地低着头，红着眼睛对安德森说道：“我没办法帮到你了，无人机群全军覆没，这个责任我会回到科技部去承担。”安德森也不由得叹了口气，谁也没想到在军队封锁的情况下，龙国还能把武器送进来，而且还是这种强的离谱的武器。但作为指挥官，安德森还是深吸了口气，打气道：“不要丧失信心，不过是一次失败罢了。我们还有装甲车、坦克、火箭弹，后方也有随时可以支援的最新战机。凭他们那些小型无人机再强又如何？还能挡得住轰炸机的火力吗？”一些军官的眼神也是逐渐明亮。是啊，武器就算再强也有限，战场上拼的是军力和国力。他们一个小小的土著武装组织，拿什么和他们背后的鹰将帝国对比？安德森这次的无人机行动，本来就只是想要勘探到武装组织的基地位置，从来就没有指望过直接靠无人机拿下这次战斗。只是这样一来，靠雷达勘察的方案就彻底失败了。于是安德森下令道，只能靠人力来勘察了。但这次不能掉以轻心，再让帝国蒙羞了。5辆泰坦坦克开路，炮兵、火箭兵跟上，装甲车跟随其后，步兵们带上夜视装备在队伍后方，通讯兵在装甲车内随时汇报情况，一定给我把他们抓出来碎尸万段。而奥德彪控制着5架猎鹰返航后，基地里观看的几位干部顿时欢呼一片。虽然被围剿的危机还没有解除，但是这次作战极大的鼓舞了基地里的所有组织干部。阿米尔走过来向奥德彪汇报：“我们火了，你在聚居地的战斗被人拍了下来，传出去了。”说完便将视频导出来放在大屏上，标题是我们正在被虚伪的鹰将吞噬，他们根本不管平民的死活。然后就是猎鹰无人机在聚集地的高空被鹰将无人机群围着射击的视频镜头。刚开始是在天空的战斗画面，猎鹰在机群里犹如无人之境，以各种眼花缭乱的高难度姿势躲避铺天盖地的子弹，惊险极限的程度让每个观看视频的人都叹为观止。我的天呐，这是哪2个国家的无人机在交锋？6个对100个，这些无人机全是鹰将的吧？我看见国旗了，那只黑色的无人机是龙国的吗？随后视频把镜头对向了着火的房子和被误伤的平民，评论区的人民怒了，这就是鹰将帝国，打不过别人拿我们平民撒气，不是说好的自由民主吗？怎么在别人的国家不管平民死活？要不是黑色无人机把他们引走，我根本想象不到这个聚集地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鹰将国的人民不爽了，是你们这些恶魔土著滚出我们的土地才对。知道视频后续吗？那些黑色无人机全部被鹰将帝国的无人机给击毁了。此话一出，直接把屏幕前的奥德彪给气笑了。异色国这群恩将仇报的混蛋，占了我们的地盘还想要屠杀我们的人民，这群自大狂妄的家伙。阿米尔赶紧把猎鹰视角记录的视频发出去。闻言，阿米尔将军点了点头，直接把猎鹰无人机的视频简单剪辑了就发了出去。一道标题为以一敌百，全面压制鹰将无人机战场实录的视频，瞬间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什么玩意？6个对100个还能赢吗？标题党吧这是。可他们点进去后发现越看越不对劲，这黑色无人机不就是刚刚出现的无人机吗？后面追的是鹰将的无人机，我去，这是我们龙国的无人机啊，好帅！不过什么时候打仗了？我们后面有那么多鹰将的无人机在追我们。随着距离的拉近，刚刚的鹰将网友硬气了起来。我就说吧，马上就能追上了，等着死吧！我记得科技部最新的成果，我们的无人机时速可是能达到120公里。正当网友们吃瓜时，猎鹰开始爆发速度，仅仅10秒就让鹰将的无人机连尾气都吃不上。我去，好快啊！打脸了吧？这才是我们龙国武器该有的水平。按照视频里的距离和时间推算，后5秒黑色无人机的速度已经接近200公里每小时了。紧接着他们又看到猎鹰掏出了他那狰狞的重机枪，枪管直接将鹰将的无人机群碎了一地。牛逼啊！无人机架重机枪，我就问还有谁？不对，这岂不是说龙国卖的军火直接把鹰将的军队打爆？不行，这可得低调啊！这黑色无人机绝不是我家的，我家无人机只能达到100公里每小时。我认为黑色的无人机肯定也是鹰将自己开发的吧，自己和自己演练的。总之和我们兔子没关系。一时间鹰将的网友像吃了苍蝇难受，而视频的热度不断攀升，直接让各国的军部都注意到了。此刻华夏军部内，一位负责运营官方账号的军官张凡，在看完视频后顿时懵逼了，因为视频里无人机的这个设计风格和5星标识就是自己家的，可他也没见过这款无人机啊，什么情况？我们武器研发部什么时候研发出新武器了？而且怎么能私自卖军火出去呢？当他看到视频后面时，顿时吸了一口凉气。屏蔽雷达，自动躲避弹道，200公里每小时，还有重机枪，张凡彻底红眼了。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牛逼的装备啊？得赶快通知所长，因为2个视频我卖出的猎鹰直接登顶国内热搜，眼看热度还在攀升，张凡顾不得自己还在上班时间，拿起手机就朝着武器研究所的位置跑去。老师不得了了，发生大事件了！你这么大声喊什么呢？教你多少次了？一个合格的武器研究员一定要泰山压顶不变色，什么事难道比国家兴亡还重要？闻言，张凡顿时慢悠悠地说道：“那没什么大事，不过就是我们设想中的华夏第5代军工无人机已经面世了。”闻言，吴建国神色一惊：“你说什么？第5代军工无人机面世了？”他猛地抬头抱住张凡的双臂，激动道：“好徒弟，为师就知道你可以。研究所内才开发到3代机，你小子把5代机都搞出来了。”张凡有些尴尬的挠挠头：“老师，不是我做出来的，您先看看这视频吧。”吴建国顿时没什么兴趣，不是张凡还有谁？除了他们研究所有着国家的支持，其他组织更不可能造出来的。但他看到视频就严肃了起来，这直角变向折线飞行是怎么实现的？还有躲子弹是技术员操作的吗？不对，这应该是我们构想中5代机的预判弹道。难道这种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厉害是厉害，但离5代机的预设还是有差距的。毕竟在我们的构想中，5代机的时速是要突破180公里的。闻言，张凡又点开了另一个视频，吴建国只听视频里飞行的风声就被吸引住，这个风速突破150了。不对，如果我没看错，这时速已经飙到200公里每小时了吧？这还是无人机吗？不过要是能装备武器就好了。
还没等吴建国说完，视频的高光就出现了。只见猎鹰的下半球开始变换重组。当那架重机枪出现的时候，吴建国大脑空白。我去重机枪，无人机的武器还能这么设计呢？吴建国呆呆地看着视频，激动道：“告诉我这是谁造的？这可是我华夏军工崛起的火种啊！”张凡尴尬道：“不知道啊，但看设计应该是龙国人。据说这视频里的无人机是龙国卖给中东武装组织的军火。”吴建国也懵了，龙国所有的武器研发图纸都在他这儿，他怎么不知道武器研发所啥时候能开发这么超前的无人机了？且不说时速了，但是那个机械变化重组的功能，龙国目前就完全做不到了。之后，吴建国将视频放大，看着猎鹰的外观震惊道：“这和我们的五代机构想图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说不是龙国造的我都不信。而且每个国家的军工实际生产线、设计标准和设计风格都不一样，所以造出来的武器都是具有国家色彩的。这视频里的无人机绝对是龙国设计风格和标准，要么就是有人偷偷的用了我们的生产线，所以必须要找到他。”张凡脸色严肃起来：“我去通知警卫部核查，如果是军火交易，应该是在暗网上，我让安全局一起协助调查，一定给他捉拿归案。”吴建国眉毛一挑，一巴掌拍在张凡头上：“说个屁啊！你当他是嫌疑人了？给我好好的请过来！只要这个幕后军火商愿意归属国家，那他就是我武器研发部的瑰宝。而此刻我不知道自己的军火不仅火上了热搜，自己也已经被国家盯上了。”就在我正埋头看书时，只听见耳边传来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声望值大幅度上升，新科技系列已解锁最新功能，请尽快查收。您尾号1234的账号汇入1亿元华夏币，汇款人中东悍匪。”看着到账1个亿的短信，我直接陷入了懵逼状态。紧接着中东悍匪发来了2段视频，配上了一连串的消息：“谢谢兄弟啊，你的军火真的太牛逼了，你亏本卖的绝不能让兄弟吃亏。但是目前我们只能给1个亿了，总部和我们失联了，等出去以后我们一定来个10亿的军火订单。”我笑得嘴都裂了，中东大兄弟真朴实啊，这样的客户给我多来点。我在浏览了视频网的讯息后，终于知道自己的声望为什么突然暴涨了。网络的力量，虽然大部分人在网上只是图个乐，看过就忘了，不算认可就没有声望值，但架不住人多呀，总有人识货。一个念头突然在我脑子里蹦出来：如果我通过升级给奥德彪的那批 AK， 帮助奥德彪成功突围鹰将军队的围剿，同时让奥德彪直播或者发视频，那热度不是直接登顶全球的热榜。要知道这个世纪以来，鹰将世界第一军事第一的地位无人能动摇，如果能帮助奥德彪突围，那绝对是头一遭，狠狠地打脸鹰将帝国。好，让我来好好选一选给那批枪加强哪些功能。红外线辅助、半自动瞄准锁头。我摸着下巴思考了起来。这次鹰将的无人机群被全灭，鹰将军方肯定暴怒，那在围剿奥德彪的时候肯定会加强各种军事设备，可能会有装甲车、坦克，甚至战斗机、轰炸机都有可能。那就再加一些穿甲弹、爆裂弹、狙击镜、大火力膛线，口径也要改成大口径。我趴在床上露出了恶魔的微笑。就你的这些改造已经不能叫步枪了，那不就是狙击炮吗？一炮一辆坦克，甚至战斗机飞进来挨一发也得炸。唯一不好的就是太贵了，我花了100万也只是完成了100支枪的售后升级，其他的枪只是加了一个辅助半自瞄的功能。我看中的是后续的声望和突围之后的10亿订单。我相信这位中东悍匪应该不会骗自己，这些升级应该是够了，除非鹰将直接把海域的航母开过来，不然就是战斗机开起来，奥德彪也有一战之地。我点下了售后服务的指令，开始确定订单。售后服务武器升级需要时间，预计20分钟。而另一边中东沙漠基地内，阿米尔的耳边响起了无人机重机枪交火的声音。奥德彪跑了进来喊道：“鹰将的部队摸到我们了，全员进入死战状态。”阿米尔与奥德彪对视，从奥德彪眼里看见了绝望。奥德彪闷声道：“4辆坦克，外加20辆装载了火箭弹和重机枪的装甲车，至少3000名全副武装的精英士兵，我们恐怕跑不掉了。死战吧！”我有些担忧地看向窗外，中东悍匪再给我发了一句情况紧急。围剿开始了后就断了联系，系统升级的那100支枪需要20分钟才能全部完成，应该没有那么巧，这时候就开始生死局了吧？而此时的中东伊朗南侧大沙漠地带，也就是奥德彪他们的藏身之地，由于时差的问题，已经是深夜12点了。鹰将的部队犹如暗夜里的恶魔，有条不紊地前进着，目标明确，直指向奥德彪的基地位置。同时4辆坦克带着5辆装甲车有意识地开始分开前进，一个严密的包围圈在夜色的掩护下逐渐成型。而鹰将的军队前侧，几个士兵正在压着几个裹着头巾、一脸麻木的中东平民正在指路。指挥室内，安德森胜券在握。我猜对了，那些武装土著足4-5千人，粮食可是大问题，他们必然向周边的聚居地和平民购买过军队所需要的物资。这些平民和他们为同族，他们的防范意识没有那么强。果然，抓几百个聚居地的平民就问出来了。前锋部队所属的军官奥尔克赞叹道：“团长真是大智慧，这几个土著平民正是负责聚基地和那些武装土著基地联系的掮客，靠赚佣金活着，只要拷打一下，再以金钱诱惑之后，果然招了。这几个土著怕那些武装组织耍赖，悄悄地摸到了他们的基地位置，这下便宜我们了。”雷克斯拍拍手，看了眼身后已经养好伤的原前锋队的精英卡尔，眼里闪过愤怒之色。卡尔是他的弟弟，上次前锋队的全灭不仅重伤了他弟弟，还让他这个前锋营营长的名声大损。这次趁着围剿一定要找回场子。雷克斯拉着卡尔下了军令状：“安德森团长，我和弟弟请您允许我们主动进攻，为上次的失利雪耻。”安德森点头道：“现在包围圈正在合拢，对方有夜视装备，可能已经有所察觉。这次你们可不要再被埋伏了，你们带着3辆装甲车和500人主攻，不要轻敌，大部队会随时支援。还有装甲车上的火箭弹和重机枪，给我不要钱的打。”卡尔兴奋了，终于可以报仇了。奥德彪基地，阿米尔操作着无人机雷达性能全开，与鹰将部队的包围圈正在缩小和合拢。猎鹰的无人机雷达范围已经能够全面覆盖鹰将的全部军力，在猎鹰的雷达显示器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已经成了一个圈，其中最大的红点是坦克。在4个大红点的移动带领下，红圈正在越来越厚，缺口越来越少。而第
5个大红点，也就是泰坦坦克留守在后方那里，应该就是鹰将指挥所的所在地。阿米尔当即建议，上校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合拢，最大的缺口在西北方向，我们集结所有兵力去从那里突围，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我们还有猎鹰无人机和兔子先生的 AK， 正面冲锋和任何一支队伍都有优势。在无人机自爆和火力压制下，我们一定可以把组织的干员和您成功送出去。其余的干员们和下属也附和道：“不就是大炮坦克吗？死之前我们肯定能换掉一辆，就是我们火力也不弱，还剩下18架猎鹰无人机，就是18架自动瞄准的重机枪，在子弹打完前，没有一支现代步军能接近我们。”奥德彪面容露出疲惫之色，叹息道：“你们是想拿命送我出去？不行，我和你们共存亡。还有，据我所知，这次出动的不是普通坦克，而是泰坦坦克，是鹰将坦克系列中的霸主。它是重型坦克，根本不怕普通的炸药和手雷，更别说子弹了。恐怕重机枪打在泰坦的外壳上，最多留下一个白点。不仅防御力无解，在原有炮管的基础上还加装了2挺重机枪，而它行进的速度却丝毫不弱于普通的轻式坦克。作为唯一弱点的观察口，还用最新的防弹玻璃进行了封口，再加上周围其他鹰将士兵和装甲车的支援，怕我们的猎鹰无人机全部自爆，也不一定能带走一辆泰坦。阿米尔说的计划如果实施，我们9成9会倒在路上，无法突围。因为我们能想到的，那安德森会想不到吗？不能短时间内打破缺口，我们只会沦为瓮中之鳖。奥德彪缓缓说出来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得出骑兵，要干他们鹰将帝国军队想不到的事，置死地而后生。阿米尔脸色疑惑道：“那什么是鹰将帝国的军队想不到的？”奥德彪昂首挺胸笑道：“我们主动出击，不跑了，指导他们的指挥所，他们一定想不到，面对这么绝望的包围圈和装备压制，我还敢反着来。主要的他们不知道，华夏的猎鹰无人机雷达范围如此变态，让他们的指挥所的位置直接暴露，这2点就是出其不意的底气。”阿米尔张了张嘴，眼神复杂，没说出话来。他知道奥德彪这是不希望组织里的人为了送他出去一个个死，因为无论奥德彪怎么说，向鹰将的指挥所去都是送死，就算打了个出其不意，最多是落个同归于尽的下场。奥德彪看了看阿米尔，从现在开始兵分2路，我正式将指挥权交给阿米尔少校，你带领4000人向西北最大的缺口处突围，而我带领900名勇士指导鹰将大本营，为你们争取时间断后。阿米尔忙站了起来，不行，这不是断后，是送死，你是这个组织的灵魂，你不能死。阿米尔终于明白奥德彪的用意，什么指导鹰将的指挥所，这是围魏救赵。奥德彪他知道这招是死路，但是这种必死的冲锋式阳谋会逼迫鹰将所有的军队火力回援大本营，这时候带领着大部队的阿米尔才有机会从西北的缺口处打出去。奥德彪摆摆手，没有人不能死，但总有人需要主动赴死，为更有价值的同伴争取活路。阿米尔少校，你还年轻，比我更适合现代化的战争，你应该活着成为下一个我。奥德彪转身看向组织所有的干部，举起自己的拳头喊道：“那么有谁愿意和我一起赴死？”所有干员先用拳头砸了砸自己的胸口，大吼着举起拳头：“我来，我也来！”此起彼伏而坚定的声音，没有一个人畏惧死亡，甚至包括身后的阿米尔，此刻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们所有人不是鹰将人民所认为的恐怖分子武装暴徒，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理想所付出生命的军人。奥德彪满意道：“好，罗西克恩，点要名字的带上自己队伍跟我走，后悔的可以退出。”奥德彪一连点了10几个名字，没有一个人拒绝和退缩。阿米尔还要说些什么？奥德彪打断道：“按照我的计划来，不要意气用事。另外留3架猎鹰无人机给我，时间不等人，开始吧。”此时鹰将指挥所前的营地，雷克斯正在集结部队。雷克斯的身边站着卡尔和一个记者模样的鹰将女性，带上夜视仪，那些土著狡猾得很，一定要跟着大部队。卡尔在一旁提醒道：“一定要提醒士兵们注意，对方的 AK 很特殊，射程稳定性和弹夹子弹数量都要高于我们的枪。”那个鹰将女记者看着卡尔，听说卡尔队长上次吃了大亏，回来说是因为装备的差异才队员全灭的，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国家的武器比我们大鹰将帝国还要强？卡尔脸色一黑，被雷克斯按住。雷克斯淡淡道：“这位是军部来的战地记者，也是和军部的直接汇报人索菲亚小姐。卡尔，你不要失礼。”索菲亚的军衔虽然是文职，但已经和雷克斯平级了。他有些傲慢道：“卡尔少尉，这次我是受军部的命令来挽回鹰将帝国的名誉。上次的无人机大战的视频流出，让鹰将帝国军队的威严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都是你们的错。军部很愤怒，特地让我来向世界直播你们是如何碾平损害帝国威严的中东土著的，以此来威慑那些偏向华夏的小国。你们可不要让我失望。”索菲亚示意手下开始调试，打开直播的设备，继续道：“军部要的不是普通的胜利，而是能够震慑国际众国的画面，要的是单方面的碾压，没有一丝反抗能力的碾压。”雷克斯点了点头，当然，进攻时间定在10分钟后。索菲亚小姐等着吧。军营远外1公里，猎鹰无人机的存在导致鹰将所有的雷达设备成为了摆设，这让奥德彪的突袭变得格外容易了一些。奥德彪带领着500人躲过了鹰将军营的探照灯，躲在了一处沙漠的反斜坡处，视角盲区。因为奥德彪他们是本地人，地形的熟悉程度远超这些鹰将士兵太多。考虑到突袭，奥德彪最终放弃了900人的选择，而最终只带了500人，能多活一个是一个吧。奥德彪的耳麦连接上3架猎鹰无人机，开启隐形模式，悄悄地飞向军营的上空。这个军营的军力一览无遗。奥德彪眼里流露出金光，他对着耳麦说道：“3辆装甲车，外加大概1000人。阿米尔，你的突围
可以开始了。话音刚落，在离军营外几十公里处立刻爆发出火光枪声、重机枪爆炸声，夜色顿时染上了一层橙色的硝烟。军营里的雷克斯脸色大变，说好我是第一主攻，怎么这就开始打了？这是别的军官和部队想要抢我的功劳。雷克斯顾不得在等进攻的时间点了，所有人上车出发，快，拿上你们的枪和弹药。雷克斯不仅着急功劳被抢，如果这次的主攻他不占大头的话，如果能让索菲亚拍到军部满意的画面，到时候英疆帝国的名誉受损的罪让他来背，军部让他上军事法庭可就完了。不要怀疑军部那些高层的良心，他们为了推责任肯定会找背锅的。索菲亚小姐，快上车打开直播设备吧，我们5分钟就能抵达战场。车上拥挤，索菲亚自然是先打开直播设备再上车。她不知道的是，这个举动救了她一命。大家好，我是战地记者索菲亚，现在我就在我们英将帝国围剿袭击了英疆高层官员的恐怖组织的战地。索菲亚将画面对准正在上装甲车的英将精英士兵们，我们接下来就将彻底消灭这些恐怖分子。直播用的是英疆军部的官方账号，一开播立马就被官方推荐，热度像火箭往上跳。卧槽，真是军部账号，我还真是第一次看战场的直播，也就只有英将帝国敢这么玩，不然哪个国家敢说自己一定能赢啊？牛逼！这装甲车上的是火箭弹吗？这轮下去恐怕一个小山头都得平了。另一辆车上的雷克斯不敢相信装甲车居然会被打爆，要知道装甲车的油箱和弹药箱都是有防护装甲的，正常人类的高度是没办法绕过护甲的，而且即使是护甲的死角也只有手指大的缝隙缺口，根本不可能被子弹打进去。但猎鹰无人机的角度是在头顶，外加自动瞄准太逆天，只要有缝它就能打。已经经历过一次的卡尔连忙拉着已经懵逼的哥哥跳车，而这次猎鹰无人机的袭击让3辆装甲车和上百名士兵暴毙。一些反应迅速的鹰将精英老兵立刻跳车寻找掩体，然后向无人机射击，上千名士兵同时射击。此时3架猎鹰无人机的计算弹道的能力已经发挥到极限，但即使是猎鹰也有极限。此刻的战场就是上帝来了也得挨一发子弹。仅10秒，在再次换掉近100名鹰将的士兵后，2架无人机被先后击中了机翼。奥德彪的耳麦传来警告，受损严重，自爆模式开启，目标锁定装甲车。随着一声巨响，2辆装甲车顿时被坠落的猎鹰无人机火光吞噬，其爆炸的范围直接波及到了已经跳车躲避的士兵们。索菲亚躲在战场远处心惊道，这个爆炸的威力，这么小的无人机是怎么携带这么大当量的炸药？在爆炸的掩护下炸掉了3辆装甲后，剩余的那架猎鹰无人机悄无声息地开启了隐形模式后撤。在这些鹰将的士兵没有注意到，在这次无人机突袭的掩护下，奥德彪带着人已经将距离缩减到了不到100米。就在军营的后面，雷克斯灰头土脸地看向平息的战场，大骂道：“混蛋，居然敢主动攻击我们！”他做梦也想不到无人机只是一次佯攻，敌方首领居然会直接摸到战场的最前沿。而此时直播间的各国网友们嗨了，这个直播间里可不止鹰将帝国的支持者，还有毛熊兔子和各个不和鹰将交好的国家的网民，是华夏的无敌无人机，哈哈哈！主播傻看着干什么？好啊，足足躲了10秒钟子弹才被击毁。要知道10秒足够打出上百发子弹了，上千名士兵就是5万发弹道。知道华夏无人机躲避弹道恐怖，但不知道这么恐怖，笑死了！战前直接被敌机摸到军营打，负责哨岗的士兵直接斩首了。刚刚还说要碾压，现在直接爆炸给我们看，3辆装甲车全炸没了，对面打完还跑掉1架无人机，这就是现代战争吗？科技的碾压呀！华夏牛逼！索菲亚直接脸黑，想要关掉直播，但现在关直播不是承认他们鹰疆帝国的失败吗？雷克斯带着人过来保证，这是个意外，虽然我们装甲车毁了，但我可以让人送你去泰坦坦克那里，一定能打出我们鹰将帝国的威严。卡尔，你带他回安德森团长那里。卡尔点头。装甲车的残骸还在燃烧，重伤的鹰疆士兵正在包扎运往后方，而营地里此时还有3辆常规的运输车。雷克斯整顿军队，士兵汇报道：死亡201人，重伤59人，轻伤80人，目前可战斗人员660人。雷克斯暗自心痛，这可都是他的直系部队，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就折损了200人。他点点头，然后吩咐道：他们还有无人机，盯好天空，不能让他们故技重施。而刚上车的索菲亚将镜头对准正在有条不紊收拾战场的鹰疆军队。刚刚是个意外，再有一次我们的军人绝对不会这么狼狈，但即便如此，我们鹰将帝国的军人依旧能够有条不紊地收拾战场。接下来我将去往指挥所，跟着团长的泰坦坦克让你们看看大场面。这话一出，网友们顿时来了兴致。泰坦坦克是我想的那个吗？据说泰坦坦克从被造出至今为止没有战损过，根本破不了防，简直是重型坦克里的绝对霸主。这次居然出动泰坦了吗？看来鹰将军部是真的生气了，这次应该是尘埃落定了。就算是华夏正规军面对泰坦坦克也没有办法。我大鹰疆帝国不愧是世界第一，无人机造的再好有什么用？武器研发能力强应该放在主流的战机、坦克、导弹上。华夏行吗？不，还是得看我们鹰将帝国。索菲亚满意了，效果不错。等下全世界网友看到泰坦碾压战场，一定能把国际上开始轻视帝国的苗头给熄灭。这时画面上空再次出现模糊的影子，刚刚露出微笑的索菲亚顿时僵住了，又来。而现在索菲亚自己就坐在车上，甚至车还不是装甲车，完全挡不住子弹了。死亡的威胁让索菲亚脸色刷白。卡尔在一旁注意到，马上就开始发动车子敌袭，几百名士兵向天空举起枪射击。而这次猎鹰无人机根本没有攻击，刚刚显形就往上飞行躲避子弹，毕竟步枪的射程是有限的。所有士兵都抬头看向天空，没注意到暗处的奥德彪蠢蠢欲动。猎鹰无人机这样的举动让举枪射击的雷克斯大为得意，这是怕了。雷克斯觉得自己简直是天才，居然能提前想到华夏无人机会杀回马枪，让士兵提前对着天空戒备。这次偷袭鹰将士兵零伤亡，索菲亚边拍摄边松了口气，然后对着镜头微笑道：你们看我说的吧，这次我们有准备，华夏的无人机又能如何？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机械团前锋营的指挥官雷克斯。说着将镜头对准了站在车顶作为指挥官的雷克斯。雷克斯自然是摆出了胜券在握的
姿态，他在自己脑海里脑补出了阿瑟上将叼着烟斗的话，然后对着镜头点燃了雪茄。多年以后我成了上将，现在抽雪茄的画面也会载入史册了。雷克斯露出了畅想未来的微笑，一声突兀的枪响，雷克斯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口的黑洞，他懵了。按照一般的小说剧情，他怎么也不会死得如此草率吧？他多少也该是个配角吧？但是战场就是这样，一个得意忘形的举动就会死。雷克斯直直的倒了下去，死了。整个军营和索菲亚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哪来的子弹？天空中没有无人机的身影。一个士兵看向弹道的方向，只见奥德彪身先士卒，一个箭步跳出夜色的阴影，手里的 AK-47开始不要命的宣泄火力，身后跟着的是数百个组织成员，枪林弹雨如暴风朝着整个鹰将的军营席卷而来。敌袭！哨岗的士兵扯着嘶哑的嗓子大喊，他已经不记得今天这是第几次喊敌袭了。奥德彪来得太突然，一个突袭的照面，在军营外围的鹰将士兵瞬间就被扫倒一片。擒贼先擒王，奥德彪是懂的。敌方指挥官直接站到车顶送人头，这不开枪简直是犯罪。奥德彪犹如发狂的狮子大吼道：“冲锋，给我杀！”失去指挥官的鹰将士兵乱成了一锅粥，我们压不住了，队形不要乱了。指挥官呢？在军营最深处的索菲亚，一开始还觉得鹰将的军队有一战之力，将镜头对准了战场，但很快一边倒的画面让他慌了，怎么完全不是对手？一旁的卡尔已经发动了车子，听着耳边熟悉的40发弹夹的枪声，他红了眼，但他没有选择参加战斗给哥哥报仇，而是一脚踩下了油门，快跑赢不了了。索菲亚质问道：“我们不是有600多人吗？就算是突袭，以我们的装备和人数也能反攻啊！我们还有重机枪，我们有炮，还有火箭弹。”卡尔暴躁道：“你懂个屁！这些人手里的华夏 AK 不仅准头高的离谱，而且枪的火力足足比我们的高，他们500人的火力需要3倍的军力才能压制。至于重机枪和火箭弹，人家打的突袭，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守住阵地，而且指挥官都死了，打什么打？又是华夏的武器！”索菲亚绷不住了，华夏无人机的风头还没有过，又出来一个华夏 AK， 我不信有那么厉害！一发子弹擦着他的秀发，打在运输车的玻璃上。索菲亚尖叫道：“快开车！”只见原本的营地在短短几句话间已经失守了一半，他就是跑都没那么快。卡尔自然不用他说，已经从另一边快速冲出了营地。看着营地的浓烟，索菲亚瘫在运输车的车厢里呆住了，而直播间从索菲亚瘫坐的那一刻就开始黑屏。但之前营地里一边倒的画面和卡尔的话，已经让全球网民们沸腾了。秒了，这指挥官太菜了！鹰将这指挥官怎么跟我玩 CF 一样，露头就被秒？卧槽，直接把营地给端了！恐怖分子这么猛，这可是鹰将帝国的前锋营，你没听旁边那个鹰将军官的话吗？华夏 AK 500人的火力需要1000人才能对抗，厉害了！原来鹰将的军队也不是无敌啊！而此时还没接到线报的安德森皱着眉看着那边战场的战报，他对着战地电话怒喷道：“你说什么？守不住，火力太猛了！放屁！他们一群土著能有多猛？我已经派坦克过去了，给我坚持10分钟！还有雷克斯那边怎么还不发动攻击？延误战机，我要枪毙他！”一个通讯兵慌张地跑了过来：“团长，雷克斯上校的营地那里大火滔天，激烈交火了几分钟后没有动静，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不上雷克斯的营地了。”安德森愣住了，那些土著不是在西北线那里突围吗？雷克斯这是跟谁在打？正思考间，又一个通讯兵跑了进来，跟着的还有卡尔和索菲亚。卡尔进门就喊道：“团长，快备战！他们冲着指挥所来了，他们抢了营地的车，估计还有3分钟就到了。我哥的营地已经全灭了。”安德森顿时一个机灵，说什么？到底什么情况？安德森不愧是鹰将机械团的团长，虽然军衔甚至不如奥德彪，但鹰将帝国的军官和其他国家的含金量不一样。即使不理解奥德彪是怎么做到的，但他还是立刻冷静了下来。卡尔说不清楚具体情况，于是把索菲亚拍摄的画面记录直接调出来给安德森看。安德森直接震惊了，他是第一次见到一种武器能够直接提升整个军队的战斗力。视频里的画面，那个冲锋的恐怖组织头目枪法准得离谱，不只是奥德彪，而是对面每一个士兵的命中率明显比鹰将的士兵要高，即使是在跑动的过程中，枪支的瞄准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尤其是枪械连续射击的后坐力更是微乎其微。所以这不是人的问题，是枪的问题。只有作为战争老油条的安德森，才能第一时间意识到华夏的这把枪远比想象中要更加恐怖，在多了近1倍的弹夹容量的情况下，换弹夹的时间就减少了1倍，更别说对面有意识的在轮番换弹夹的冲锋。这意味着这不再是普通的步兵冲锋，而是一群永不停歇的会移动的小型机枪，是活脱脱的人肉战争堡垒。从一个只能抱头鼠窜的恐怖组织，到吊打鹰将帝国精英军队之间，只差了一把枪。上一次无人机大战的失败，其实对安德森来说不算什么，但这次华夏 AK 的面试才真正让安德森开始慌了，因为枪支对军队来说至少是人手一把的。安德森想象不到华夏数百万军人人手一把这样的 AK 的画面，这对鹰将帝国来说是一场致命的灾难和打击。安德森担忧道：“华夏日后恐怕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了。”现在已经是了。索菲亚在一旁懊悔道：“确实可怕，关键现在已经把画面直播出去了，我们帝国的脸恐怕丢完了。”安德森点燃雪茄摇头道：“可惜枪虽然好，但他们人员的军事素质太差了。如果是华夏的正规军，我还会惧3分，但他们只是拿了致命武器的中东土著，而且没有重型武器，在泰坦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索菲亚的眼里又燃起希望：“对，我们还有泰坦，有泰坦在，我们肯定能够打回去。那我直播还开吗？”安德森美美的抽上一口，淡定道：“当然得开，来的只有500人，根本不够泰坦填牙缝的。让泰坦藏在指挥所右侧的库房，其余士兵躲在指挥所周边的掩体处，还有重机枪手、火箭弹手立刻寻找合适的打击地点待命，1分钟内给我完成布防。至于索菲亚小姐，您和我一起在指挥塔观战吧。基地指挥塔经过防弹的处理，还有弹道拦截系统，不用担心被突袭。”奥德彪带着人已经摸到了指挥所外，但透过猎鹰无人机的观察，却没有在指挥所的营地上发现人影。风沙刮过，只有沙粒打在金属板子上的声音，寂静到可怕。他们已经布防了，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从计划开始到打到指挥所，其实只用了10几分钟。
钟。奥德彪不知道，还有不到5分钟，我的系统售后服务就要到了。他只知道多耽误1秒，阿米尔那边就要多死1个人，等不了了。冲锋！猎鹰无人机首当其冲，重机枪直直的往指挥塔的所在猛烈扫射。奥德彪带着人直接开车撞进了指挥所营地，然后就地用车作为掩体，像是一个信号。数百名鹰将士兵从各处掩体露出枪口开始射击，枪火漫天，战争正式打响。只是一交火，在指挥塔上的安德森就感觉到了压力。和看视频不同，实战更加真切的让安德森感觉到了华夏 AK 的火力。明明只有无人机1个重机枪，却靠着步枪轮射，活活压制住了自己这边的10挺重机枪。他们的人数差不多都是500人。上火箭弹，在安德森的指令下，火箭筒被抬了出来，弹刚露头，奥德彪的猎鹰无人机像是透视一样，把火力疯狂地集中向火箭手。这还没完，最后的这架猎鹰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干掉火箭弹支援。他硬顶着机体损坏砸向了火箭弹手的阵地。随着一声巨响，安德森感觉指挥塔都震动了起来，火箭弹阵地消失了。猎鹰无人机的自爆点燃了火箭弹的库存，在没有火箭弹的支援，奥德彪带着人自杀式的冲锋，让战场从火力持平变成了火力压制。代价自然是奥德彪这边因为顿时牺牲了数十人，每一次冲锋和推进都是拿人命堆的，这让鹰将的守军不得不退守。只是几分钟，奥德彪就推到了指挥塔下，但安德森依旧淡定地抽着雪茄，他等的就是现在。一旁右侧的库房直接被庞然大物撞开，一个狰狞的钢铁巨兽咆哮着机械的轰鸣声，露出了炮口和双重机枪枪口，没有给奥德彪反应的时间，钢铁巨兽的火力扑面而至，直直的一发炮击直接命中人群，被击中的组织干员连惨叫声都没有就被蒸发，连带着炮弹的碎片让周围10几个人都立马失去了生命。奥德彪只感觉耳朵都被震碎了。随着爆炸声响起，顶着数百人射击和爆炸后的泰坦依旧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直的朝着奥德彪等人碾压过去。每次炮击都带走10几人的生命，泰坦上的2挺重机枪也开始单方面屠杀了，一次扫射同样是10几条人命，躲在掩体后也没有用。作为掩体的运输车直接一炮连人带车被打爆。奥德彪知道泰坦强，可没想到他居然没有一丝反抗的余地。短短几10秒，他们从500人就已经减员到300人了。后撤！指挥塔上的索菲亚兴奋的大喊：“漂亮，打死他们！”奥德彪绝望的后撤，他的失败意味着阿米尔那边早晚也会是自己的下场。要知道自己只是面对1辆泰坦，而阿米尔那边是4辆泰坦的围剿。绝望之际，奥德彪的耳麦里传来声音：“尊敬的军火专卖店 DAP 客户，您下单的售后服务已送达，我们将对所有枪支进行实时同步的保养升级，先收满意后记得5星好评哦。”奥德彪懵了，什么玩意在说话？他手里的枪居然开始被一阵白色光粒子覆盖，外形居然开始重组变化，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光粒子重组技术。而这白光有些熟悉，是第一次买枪时沙漠坐标那里升起的白光，是兔子兄弟。卧槽，兔子兄你这有点离谱了。奥德彪起初还在想自己这边要是团灭了，兔子的售后服务人员来了，岂不是被殃及池鱼？直到熟悉的白光出现，奥德彪知道自己还是年少无知读书少，那熟悉的震撼感回来了。相比于上次鬼神般的运输手段，这次更震撼。你见过直接在你手上就把武器给升级了的吗？奥德彪以前不信科技的尽头是神学，现在在他这兔子兄弟和上帝平起平坐。奥德彪看了看手里的枪，顿时咽了口唾沫，眼睛瞪得像铜铃，声音都尖锐了。你把 AK 升级成巴雷特加大版叫保养升级，这特么都不是一把枪了好不好？奥德彪费力的扛起升级版华夏 AK， 没错是扛。升级版枪托的位置加了一个类似于架子的结构，可以从肩膀借力来维持枪械设计的稳定性，以及减少后坐力的冲击。即使是巴雷特能打穿泰坦吗？答案是不。即使是狙击的高手，在瞄准同一个地方用巴雷特穿甲弹打了10发后，直接被巴雷特的后坐力把自己肩膀干废了，依旧没能打穿泰坦坦克的护甲。肉的离谱，全世界没人知道泰坦的护甲到底是什么金属材质做出来的，但是泰坦的数量，即使安德森的机械团也只有5辆，全鹰将的军队不超过100辆，可见泰坦坦克的制造，即使是鹰将也无法大规模的生产。据龙国的科学家推测，泰坦的主体材料应该是鹰将，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防御力惊人的稀有金属。这种稀有金属不仅硬度高，耐高温耐冲击，而且韧性极强，所以才能既不怕炸又不怕穿甲。且这种稀有金属的料量长少，不能够人工复制，构造出来近100辆泰坦坦克。奥德彪看着盒手里的巴雷特版 AK， 枪身上用华夏语和英语双语刻着5个字：最后的青女。奥德彪不明白什么意思，在枪身的位置还有一个螺旋装置，是加速器。死马当活马医吧。他单膝跪地，拖着枪身的手臂青筋暴起，然后将枪口对准了正在迎面而来的泰坦坦克。在指挥塔上的安德森看到这一幕乐了，面对泰坦不跑，还停下来拿枪打泰坦，找死啊！安德森通过耳麦对泰坦坦克中的士兵说道：“不要开炮，他不是想要挑战我们帝国的威严吗？给我用泰坦的履带，把这个自不量力的家伙碾成肉泥！”面对滚滚而来的钢铁巨兽，奥德彪面不改色，人总有一死，如果是现在他也不逃了，专心的瞄准。奥德彪凭借经验，瞄准的位置正是坦克护甲后驾驶员的位置。驾驶员大兵轻蔑道：“这些愚蠢的土著居然不跑了，停下来妄图用枪来攻击泰坦，果然是没有见过世面。”炮手应和道：“要不要来一发？这固定把好打得很。”驾驶员戏谑道：“别啊，平时上战场都是你爽了，几炮下去心里别提多痛快。我是除了撞撞建筑物啥也没有，现在好不容易有几个傻子站着不动让我碾，还不让我爽一爽？好好好，让给你。”这一下就连给泰坦坦克打掩护的那些鹰将士兵都停止射击了。他们经过刚刚的战斗，已经知道对面这些土著永远也破不了泰坦坦克的防御，有什么掩护的，不如看看热闹。被坦克碾死的可不多见。指挥塔上索菲亚也将镜头对准了奥德彪和泰坦坦克，这可是扬鹰将帝国威名好机会，名场面一定要记录下来。直播间里的网友们经过刚刚的直播，深知泰坦坦克的变态之处，已经不敢看接下来残忍的画面了。不愧是最强泰坦，这么多轮射击真的连痕迹都没有，连巴雷特加穿甲弹都打不破。
破。不是吧？那快跑啊！在那蹲着射击是放弃抵抗了吗？等等，那人手里的枪是不是换了呀？怎么感觉外形变了呀？不止那个奥德彪一个人，好像有其他人的枪也变了。这些评论也引起了索菲亚的注意。战场上枪火浓烟爆炸不断，系统给售后服务时瞬间的白光其实并不起眼，甚至除了拿枪的人，外人根本注意不到。索菲亚皱眉，团长那个土著的枪好像不是 AK 啊。安德森眯着眼看去有些惊讶，像是巴雷特的一种，不是我们鹰将帝国制造的，那是自己改造的。放心，就是世界上火力最猛的巴雷特也打不穿泰坦，我们测试过所有型号。索菲亚点点头，那没事了。镜头那边奥德彪深呼吸，确定了位置后没有犹豫，心里在祷告，手上随即扣动了扳机，一声轰鸣让奥德彪脑瓜子嗡嗡作响。这枪声不正常，这是 TM 炮声吧？时间仿佛静止了下来。巴雷特版 AK 内大号穿甲弹尾巴炸开，推动子弹前进，经过枪身的螺旋加速器开始旋转，旋转的子弹的尾部在经过枪口时再次炸裂，开始了2段加速。子弹的主体在经历过2段直线加速，外加1段螺旋加速后脱离枪口，像是咆哮的蟒蛇一般在空气中划过一道白痕，然后随着一声金属的悲鸣，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嗡！泰坦坦克居然缓缓地停了下来，距离奥德彪只有5米。安德森顿感不妙，所有人看向停下来的泰坦，只见泰坦的正面护甲上出现了一个螺旋状的大洞，这个大洞足足有半米宽，透过大洞可见原本驾驶员的位置上，大兵消失不见，另外4个大兵则是被震得七窍流血昏了过去。奥德彪原本打完这一枪肩膀都要散架了，可看见眼前一幕，倒吸一口冷气，什么痛都感受不到了。上帝，我尼玛，这不是 AK， 这 TM 是狙击高射炮吧？猛逼树上猛逼补，猛逼树下你和我。奥德彪猛了，安德森猛了，组织干员猛了，鹰将大兵们猛了，索菲亚猛了，直播间里的网友们也猛了，尤其是直播间里的黄金上帝视角，从奥德彪开枪到泰坦被击破都完美的记录了下来。怪我没文化，现在只会用卧槽来表达我的心情。你家巴雷特能把坦克轰出半米的窟窿，离谱啊！快放大镜头，枪身上用华夏语刻着字，是最后的青语。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一款游戏，里面一个英雄的语音台词就是你防御堆满，我一击破防，最后的青语，好逼格，爱了。所以这枪哪里买？楼上想干什么？这类大杀器就算是军火商也会管制的，更别谈这把威力堪比高射炮的枪。只有我注意到，既然刻着华夏语，也就是说这枪也是华夏造的，鹰将又得破防了。最强的泰坦坦克也被华夏武器攻破。与此同时，安德森确实破防了，不可能！他瞪大了眼睛，颤抖着抬起手指指着被打飞的泰坦，不敢相信现在的局面。卡尔在一旁虽然震惊，但习惯了，甚至有种爽感。终于不止他一个人被华夏武器破防了。索菲亚顿时想到，要不要关直播？直播瞬间黑屏。他慌张地看向安德森，怎么办？现在泰坦半废，我们岂不是危险了？安德森顿时回过神来，泰坦的威慑消失，凭借他手下这些大兵，怎么对抗奥德彪那些手持逆天 AK 的土著？而且还有那样的巴雷特在一旁。他向通讯兵怒吼道，让所有军队立刻回防。还有他一枪打不废泰坦，泰坦只是破了一个小洞还能用，只是没有驾驶员操作了才停下，死也要把泰坦给我抢回来。反应过来的鹰将大兵立刻开始了新一轮的攻防射击，想要派新驾驶员进入泰坦。奥德彪带着干员重新躲到四周的掩体下，进行轮射火力压制。奥德彪发现不仅是他，所有人手里的枪都在瞬间被白光包裹，然后发生了变化。其中白光包裹中枪身变化最大的有30人，其余人的枪身就只是多了智能辅助瞄准镜，可以提高命中率。而奥德彪在内的30人，直接就是鸟枪换大炮，全变成了狙击高射炮威力的 AK。但是问题也来了，升级之后这30把枪威力是很强，但同时口径也变了，符合口径的螺旋穿甲子弹，每把枪的弹夹里只有3发，用完就没了，所以总计就90发，自己已经用掉1发了，绝不能浪费，每一发都要打在命脉上。突围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谁知道兔子兄弟那里还有没有这种枪的子弹？这种枪的后坐力，奥德彪觉得其实自己打3发肩膀应该就废了，至少得休息几天才能再开枪，所以示意其他组织干员不要浪费子弹和体力。随后奥德彪看着指挥室防弹玻璃墙里正在无能狂怒的安德森，他忍不住抬起自己的升级版 AK， 将枪口指向了安德森的脑袋，然后轰，如同地狱的号角，一发将整个玻璃墙全部震碎。原本还在咆哮怒吼的安德森，直接在索菲亚面前消失不见。那发子弹在穿透了安德森后，又击穿了指挥室的吊顶，吊灯砸在地面上，碎玻璃划破了索菲亚的脸，可他却没有丝毫的知觉，只是愣愣地看着消失的安德森的方向。这一幕恐怕会成为索菲亚一辈子的阴影。卡尔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立刻撕心裂肺地喊道：“卧倒，不要露出视野！”指挥官又死了，他心里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唯有一点，他再也不和华夏武器对垒了，太他妈折磨了。原本正在下达指令的通讯员被穿甲弹的威力吓到，趴在桌子底下戴着耳麦不敢置信，他嘟嘟囔囔道：“指挥官没了，指挥官死了，安德森团长死了。”而他没意识到还在通讯中，于是安德森没了的消息顿时传遍整个机械团，一时间整个军队都乱了，每支军队的指挥官都不敢相信，然后全速朝着指挥所的方向赶来。卡尔按倒已经失智的索菲亚，然后抱着他匍匐着从指挥塔的后门开溜。只有他清楚，在泰坦被击穿的那一刻，战局已定。西北战线，阿米尔手里的枪光粒子重组结束，阿米尔突然感觉手里的枪猛地一沉，他差点没端动，手里的 AK 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相比奥德彪直接开枪，阿米尔的性子更谨慎，他检查了一下枪械和队伍，发现和自己的枪有一样变化的大概有70人，而且枪里只有3发子弹。只是这售后服务的方式还是太超前了，不愧是兔子，还是这么离谱。这种手段和上帝有什么区别？阿米尔苦笑着不得，不是保养升级吗？怎么直接把枪的种类给换了？我还没用过狙击枪。他还没来得及开枪实验，耳麦里传来奥德彪激动的声音：“我把鹰将这个军团的总指挥官给干掉。”同时阿米尔发现周围步步紧逼的鹰将军队突然在撤退，这意味着奥德彪说的是真的。阿米尔不敢置信道：“围剿的
的军队在撤退，难不成指挥所的泰坦是坏的？你怎么办到的？围剿我的泰坦已经出现2辆了，我们死了2000多人，自爆了7架猎鹰无人机，却没有造成丝毫伤害。奥德彪瞬间不激动了，2000多人，7架猎鹰，这还是他这边努力的结果。如果不是击穿泰坦击毙安德森，恐怕阿米尔那边得团灭。奥德彪顿时骂道：“别让那2辆泰坦跑了！”你说什么？阿米尔少校没有听明白，什么叫别让那2辆泰坦跑了？他现在不应该庆幸泰坦这个无解的大杀器撤退了吗？奥德彪急匆匆道：“别废话，给我立刻把升级版的华夏 AK 扛起来，然后瞄准泰坦坦克的驾驶座给我轰！要是让这2辆屠杀我们组织同胞的杀气跑了，等我跟你会合，一定给你2粒豆！”阿米尔顿时茫然的照做，他看了看手里酷似巴雷特的枪，上校巴雷特是打不穿泰坦的。吐槽归吐槽，阿米尔依旧是认真的瞄准，他不如奥德彪经验丰富，对坦克的构造也了如指掌，但是他大概知道驾驶座的方位是在坦克的下排，而且被打了这么久，阿米尔也是一肚子火气，就算没有用也要打一发出气。阿米尔想到既然要打，那就打得痛快点，让兄弟们都抒发一下。而且泰坦强是强，可他们只有70把巴雷特，一起打万一打穿了呢？就算不穿也震一震泰坦坦克里的驾驶员。阿米尔对旁边同样扛着升级版 AK 的吩咐道：“每个人都有扛起枪，瞄准那2辆正在后撤的泰坦坦克，每辆车分35发穿甲弹，瞄准下盘中心的位置，我数3、2、1就开枪。”组织干员们纷纷扛起高射炮般的 AK， 他们不知道这把枪能造成的威力有多恐怖，也不知道他们的肩膀和耳朵接下来也会遭到恐怖的摧残。另一边，坦克上的观察员向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汇报：“指挥官，那群土著似乎拿了狙击枪在瞄准我们，自不量力。”指挥官不耐烦道：“那就再打他们一炮，算是给他们领走的礼物。不要恋战，我们得赶回指挥所。”是。没等泰坦的炮管调转，阿米尔已经在倒数了。所有人第一时间不是看向泰坦坦克，而是捂住耳朵。一半的组织干员是站着射击的，直接被后坐力震得一屁股倒飞出去，数十道恐怖的白痕仿佛撕裂了空气般窜了出去，那直直的弹道甚至有鹰圈。而在阿米尔的眼里，只听见一声炸裂的轰鸣，让他耳朵都快聋了。然后就看见远处那2辆泰坦坦克，像是遭到了什么无形的攻击，2辆瞬间被打得千疮百孔，像是刚从垃圾场被铲出来一样。每辆泰坦都被35发螺旋穿甲弹命中，有没有打中驾驶员已经不重要了。这辆坦克里根本不可能有活物能活下来，连带着周边的士兵被波及，余波直接将士兵给震飞了。子弹穿透泰坦特殊金属护甲后，扩散的音波也让周遭士兵脑子一昏倒了一片。升级版 AK 应该叫华夏版狙击炮，恐怖如斯。阿米尔看着这惊人的战绩傻眼了。泰坦打烂了，比阿米尔还震惊的就是2支队伍的指挥官，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恐惧。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武器攻击了我们？指挥官想到刚刚坦克观察员汇报的情况，再加上刚刚听见的恐怖炮声，鬼知道那群土著手里扛着的大狙怎么会发出高射炮的声音啊？连泰坦的装甲都能瞬间打穿。另一个指挥官突然明白，为什么刚刚指挥所的通讯员说安德森团长死了，那不是就是遇见了这种枪能击穿泰坦坦克？那要是打人是什么效果？这2个指挥官对视一眼，不寒而栗，快跑！车给我满油门啊！甚至逃跑的方向不是指挥所的位置，而是去往中东鹰将军事基地机场的位置。这俩指挥官笃定安德森9成是真死了，而指挥塔说不定埋伏着有这种枪的敌人，不往军事基地跑就得死啊！连指挥官们尚且如此，那些目睹了泰坦被打成破烂的大兵们更是闻风丧胆。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来自阿米尔的方向又是一声巨响，螺旋穿甲弹袭来，目标不是坦克而是军队。正在撤退的70名鹰将士兵的阵列全部倒下，这次鹰将的军队彻底溃散，军心被破防了。那些离得近的大兵在目睹了这恐怖画面后，直接将身上物资和枪扔了，撒丫子就开始奔逃。顿时整个西北战线乱成了一锅粥。阿米尔兴奋的还要开枪，却意识到一把枪只有3发子弹，顿时按住了自己的手，都别再开枪了，保存子弹。耳麦那边传来了奥德彪的声音，在得知阿米尔打了2发子弹后，奥德彪淡定道：“没事，你不是说你那边有70条枪吗？那就是210发，打掉2发不算什么。”阿米尔弱弱道：“每个人打掉了2发。”奥德彪愤怒的声音让阿米尔直接摘掉了耳麦：“你个败家子，不知道子弹的金贵吗？老子省吃俭用才用2发子弹，1发打掉泰坦，1发爆掉指挥官，你瞬间就给我干掉140发。”阿米尔立刻打断道：“上校，出了沙漠我们先集合再赶往边境，我这边信号不好先挂了。”而天空中剩下的8架猎鹰无人机盘旋，刚刚的打爆泰坦的画面已经被他的摄像记录下来。在索菲亚的直播间虽然已经黑屏，但热度却不减反增，因为越不给看，网友们越是会瞎猜怎么黑屏了。泰坦都被打出一个洞，这个吹鹰将帝国的直播间不黑屏等着丢人吗？笑死！鹰将玩不起，想直播显示自己的泰坦有多厉害，结果被华夏的一把枪就给制裁了。同时有手快的已经把直播录像剪出来了，一经发布热度瞬间飙到各国平台榜首，导致连鹰将的军方高层都被惊动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些土著的手里会出现能够击穿泰坦装甲的武器？军部的议会围坐在环状的议事大厅内，而在环形办公桌的中间，一个屏幕上正在循环播放泰坦被击穿的录像。为首的白胡子光头正是鹰将帝国的传奇之一，5星上将阿瑟。可是现在白胡子阿瑟确实心态崩了，废物！帝国作为世界第1强国，我就下令围剿中东小国出来的恐怖组织，结果闹到现在这个场面，整个世界都在看我们的笑话。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卷毛推了推眼睛道：“部长没这么夸张吧？我们的科技军力金融依旧碾压全世界，就算多了些画饼又怎么样？我们只要军事武器够强就好了。”白胡子阿瑟把视频调了出来放大，靠在椅子上淡淡道：“都给我好好看看，大夏已经造出什么样的怪武器了，还拿几10年前的眼光看待那群华夏人，会死得很惨。”周围军部各高层纷纷对视，然后认真的看了下去，他们也在惊讶，到底什么武器能让阿瑟上将这么在意？约瑟夫死的不亏啊！这些黑色无人机比上周研发所送来的军工无人机可强太多了。刚刚那个发言的卷毛科研人员
员就是鹰将军部武器研发所的副所长阿道夫。阿道夫此刻没有反驳发言的军官，反而盯着视频，眯着眼睛，有些激动。这些无人机的性能的已经超出我们这个时代。你们可能看的是这些无人机的飞行能力和加速能力，但是最恐怖的地方应该是躲避弹道的能力，它绝不可能是人为操作的，这不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技术水平。阿瑟问道：“你的意思是？”阿道夫笃定道：“人工智能就是现在科幻电影里的那种可以自我进化、智能分析和操作者进行对话的那种超智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这是20年后才能初步实现的技术。”白胡子阿瑟和在场的军官皆是一震。要知道，在这个时代，人工智能的探索都还处于最初级的萌芽阶段，而华夏居然把科幻电影里的东西造出来。